好，我们这幅画还要继续深刻的去，因为现在干了啊，看一下有没有哪些细节上还需要去调整的。就比如说这个扇子这一部分哦，现在感觉扇子这部分还浅了一点点，因为它的颜色深浅和这个叶子差不多，它两个就混在一起了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叶子，不是把这个叶子啊，把这个扇子再深一点点啊，再深一点点，或者我们多用一点太清蓝，那再深一点我们就用太清蓝和花青啊，用太清蓝和花青来了。直接先用太清蓝，前面我们用的是三青和太清蓝，我们现在用太清蓝和花青啊，太清蓝还有这个花青或者是黑色都行啊。把这个扇子再黑一点，再黑再深一点，颜色再深，再往下，这样子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这个前面的物象衬出来。好，用这个太清蓝，稍微加一点点水调和一下就可以。好，就是扇子这一部分啊。就把扇子这一部分先平涂一遍，因为扇子里面本身它已经有这个深浅变化，涂一遍，如果深浅变化不明显的话，我们再去刻画，把深的地方我们后面可以再去加深。这些地方就要小心一点，你没有办法说去大笔一挥了，你只能小心翼翼的去涂，因为前面这些物象你不能把它给消灭掉了，所以要留出来。所以一幅画不是说像这种物象比较多的、比较复杂的，
它不是说一次可以画完，就是整场直播都没办法画完，因为你要等它干，干了之后看情况。有些没有干，你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。好像这样深一点啊，明显的这个叶子就蹭出来了。然后再加一点花青，加点花青就把更深一点的地方，就前面更深一点的地方再加深。好，让深的地方更深一点啊。颜色还是在这一个色系上。好，现在可以了，这是深色的把浅色的衬出来。然后的话就是这里啊，这个灯的这个角这里，还是一样啊，深的地方还要让它更深。还是让它更深，让它深，不要留一点点有一点点白的这种线在这里就可以了。这样子，因为它在后面它更颜色会在这个光线化，它会更暗一些。好，可以了。然后我们要做一个背景，还要做一个桌面。那这个桌面的话，你怕这个桌面画不平的时候，你就像我这样折一下，折一条线出来，然后这个桌面就按照这一条线来画。就可以先画一条线啊，桌面的一条线，先把它桌面给分割出来。这些东西在这个桌面上，桌面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画一些这个
让做一个木纹的桌，木纹的桌我们可以画一些这个木纹在里面。好，可以用干一点的笔。这个木纹的话，不要太画的时候不要太深了，颜色不要太深，淡淡的墨去画就可以了。而且笔要干一点，不要有太多水分。好，用这个侧缝去擦出它的一个纹路来。干笔哈，不要太多水分，就用盘子里多余的边上多余的这些墨啊，或者是这些有多的这些颜色里面都可以。要刮一下这个笔，要让这个笔肚里面让它干。好，还是用这个干笔去参差。偶尔有一些这个线深浅变化，不要太平均了啊。太干了，笔稍微蘸一下水就可以了，但要保持这个笔上是干燥的，就不要太湿了。用这个侧缝，有的地方用这个侧缝去擦出来。通常就像这个放东西的这个底下它会更黑一些，我们把这里加黑一点，这样才把这个瓶子啊这些物象给衬出来。底下这里这一块啊，让它更黑。就是慢慢晕开的，不要一条线啊，也要让它有一点这个深浅变化。就像这一块啊，这一块深一点，包括这个缝隙里面啊。
还有这一块也是，这个上面啊，这个地方也会让它更黑一点。先把两种方法，你可以先平涂，然后再去刻画这个深的地方。你也可以先把深的地方去把它找出来，用赭石和墨找出来，然后我们再去涂。这样我们就是先把这个深一点的地方先把它找出来，这样不至于它整个画面是平的。当然这些东西的话可以不用表达，不一定说一定要这么去表达，你表达是平的也是没有问题的啊。就是我们想让画面更丰富一点，也可以更细致一点点。好，这个深色的我们先把它刻画出来，然后其他的地方我们可以平涂啊，用一点点这个墨和交叉，还是一样啊，用墨和交叉，换一支大一点的笔啊，笔太小了不好涂。好，用这个盘子里多余的这个交叉呀，还有这个墨一起。不要太多墨了。好，交叉和墨。交叉没有了，再来一点点。可以加一点太白进来。哎呀，这个蓝色的弄进来了就麻烦了。这笔颜色有点白条了，不小心把这个蓝色弄进来了。不要那个白色，不要那个蓝色的，蓝色一放进来，颜色就整个就变了。涂一遍不行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待会儿可以再涂第二遍。好，再来一点交叉，再调一点点，小心一点，不要弄到旁边的颜色。交叉太白，还有这个墨，把这个蓝色擦掉一点点。
啊，这是焦茶加了墨，加了一点太白进来。可以反复的刷，让它有一点点，有一些地方可以加墨加多一点点，让它产生，还是桌面上不要颜色很平，还是要让它产生一点点这个深浅变化。那有一些地方暗一点，白一点，暗一点，那有一些变化。好，这个桌面现在可以了啊，桌面现在可以了。那我们上面这个前边要做一个底色，要配一下颜色，看一下做什么颜色好。灰色调吧，那咱们来一个灰色调，来调色，先调色啊。咱们现在这个盘子里面有一些太青蓝，有一点这个花青，我们把这个颜色全部用进去啊。先把这些颜色先搅一下，看一下是什么颜色，有一点花青，有一点太青蓝，还有一点墨。这个搅和之后，它刚好是一个灰色，但是这个灰色我们要看跟我们的画面搭不搭，不搭的话，我们还要继续再加东西。用错笔了，这是我们画花的笔，画花的笔不要把它弄得太脏了，洗一下放着，换一支，换这个画叶子的笔来。现在它也是一个蓝色，也是一个蓝色，蓝灰色，还想让它再灰一点点，我们加一点点紫色进来试一下。这里面现在这里面的颜色是花青、太青蓝、墨，可能还有一点点太白吧，我们来一点点紫色，慢慢往里加，不要一下子加太多了。就是我们并不是要紫色，我只是说要这个紫色去综合，把这个蓝的这个色调再变一变。好，再来加一点太白进来。
这我们要调一个灰的灰色，颜色的色调现在是差不多。但是好像还是浅了一点点，浅了一点，我看一下加点什么颜色，加花青，再来加一点花青。再加点太青蓝吧，又加了一点花青，加了一点太青蓝，加了太青蓝，它又变蓝了，又变蓝了啊！这个蓝色了，我们又得要加紫色了，再加点紫。加点紫，加一点这个三青，加点紫和三青。紫色有点下的有点猛，加一点黑色，再加一点黑色。黑色放在旁边盘子里，慢慢往里加哈。好，感觉这颜色现在差不多。好，就这样吧。这个灰调啊，灰调调，再来一点点黑。好，我们开始啊，开始涂这个底色，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啊，空白的地方全部涂上。直接平涂。
桌面上如果有沾的油，我们要把它吸一下，不然你把画一摞就浸到这个画面上去了。好，为什么留一点啊？我们让这个底色也是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深浅变化，做一个颜色的层次。特别是这里有物象的这些地方，我们要小心啊。好，这边留着，并不是不涂啊，这边我们要再把颜色再加深一点，因为这边很空啊，很空。如果平涂的话，这一片就有点空。我们再加点颜色进来调和啊，就在原先的这个颜色的基础上再加颜色，把这个紫色加进来，加深啊。然后再加点黑色进来，再多加点黑啊，把旁边的这个紫色和这个三青全部放进来，来再加点黑，这张明显跟这边明显的有差别。还不够黑，再加点黑。
好，再加一点。还不够啊，再加。好，咱们试一下这个黑色够不够？它不是黑色，就是加了一些黑色，差不多吧。这要小心啊。好，主要就是要把这个物象给留出来。好像这些花的这些地方啊，这些地方就要小心一点啊。这个颜色好涂，平涂，但是要把这个我们的这个原先画的这个物象要留出来，就是尽量留的细致一点吧。如果说不是很标准，但是问题不大，尽量标准一点，画面会显得更干净一些。你说完全像留的像这个工笔啊什么样的，那也不可能，所以也不用刻意的去要求。好，把它先留出来之后，我们就直接涂了。把颜料拿过来啊，不要不小心滴到这个画面上去了。
好，然后我们这些地方啊，不一定说让它分得很清楚，慢慢的可以把这下面这一块啊，用多余的颜色，也可以走一遍啊，让它慢慢的颜色渐变过去，因为这颜色也刚刚好用完了。好，这颜色也用完了，把多余的扫进来。让它颜色是慢慢的由深到浅的一个过渡，颜色刚好用完，非常准。好，这幅作品就画完了啊！我从上往下拉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。好，这幅作品就画完了，大家可以一起画起来哟。好，这幅作品基本上完成了，但是画完之后还再看了一下，感觉还是少了一点东西啊。它其实画面已经很丰富了，东西已经很多，只是说因为我们画的这些东西都比较集中，都靠中间了，所以两边的这个背景感觉有一点这个类似对等，它的空间大小感觉差不多啊，感觉上差不多。我们要把这边再加一点东西，加一点简单的东西，让我们可以加点蕾丝上来。蕾丝我们也可以用，不要用这种纯白色的去画。如果用纯白色的话，它会显得太亮了，在整个画面上。咱们就用这个太白啊，太白来加一点焦茶，或者是加点赭石，焦茶、赭石都行哈。那我现在放的是这个焦茶。好，画蕾丝，咱们用这支小的笔。看一下，放一点赭石进来。焦茶的颜色稍微暗一点点啊。就是颜色的话，有的时候不是说我一想到什么颜色，一个颜色就刚好很合适。有的时候要去尝试，自己要去尝试看哪个颜色比较合适。如果光用赭石的话，它又偏红，光用这个焦茶偏黑，所以加一点焦茶，加一点赭石。好，但是不要加太多了。可以稍微黄一点点，感觉还是不够黄，加点鹅黄吧，一丁点啊，不要太多了，一丁点啊，来一丁点鹅黄进来。这颜色就是要慢慢去尝试。感觉这个颜色就有点像肉色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画这个时候苍脸。我们先把这个位置定一下，重叠一点过来。
好，这个折痕，这个边我们画一个花边。啊，这个纸因为是前面画过这个，画了这个，做的这个底色还不是特别干，所以它有一点点这个高低不平，所以画这个线条很容易画的大小不一。哇，这里全部给我擦掉了。好，也小心一点啊。好嘞，再加一些这种折痕，折痕的地方我们稍微加白一点点。加点水，加点水让它晕开啊。因为这里后面的颜色是厚涂，所以现在它很不吃颜色，因为很厚，所以有点不吃。这个纸有点熟了，也不是熟，就是因为后面已经有很厚的颜色，所以我们先画一条这个深的，然后再加水让它晕开啊。也要把里面的这个底色也要透出来一点点啊。好，这里来一条，然后加水哈，加水让它晕开。好，先画一条这个重一点的，然后后面的加水。让它散开，成一个透明状，底下的那个深色的背景还能透出来，这样子才有这种沙的这种感觉。
好，然后加水。好，让它透出来。当然，我们待会儿还要处理啊，不是光这样就行了。还是再用大一点的笔啊，小的笔让它散开，还是有点颜色往下吸。好，还有这一边啊。好，这边用水晕开，往下，不要让它在一堆哦。你
还是用这个大一点的笔扫比较好扫这个颜色。好，看一下还有哪里不够、不到位的，我们再加。好，再加深一点啊。其实这个长点，如果说你想很简单的话，它也很简单可以画完。但是你想把它画出这种质感来，就是还是要一层层的去做。好，然后这个边啊，这个边缘如果光是一条线的话，它会有一点点，总感觉没有质感。我们画一条商线。画一点这个质感出来，包括这个边也是。这笔上太深了。好，这个地方也是，水分太大了。好，然后我们找一个这个花，就是这个颜色还不够，太白再加一点。
太白再来一点啊，还是加点水，把这个太白、赭石、焦茶调到一起，来撒在这个蕾丝花上。就家里有的话就用这个啊。我们把它拓上来，来试一下啊。好，没有了，我们再加一点，把它用拓的方式啊，拓的方式把它拓过来，把这个花。当然，如果说有别的花纹，好，有的时候半个的。好，把这个花纹拓上来啊，这又是一个方法。好，可以了啊，隐隐约约能看到花纹就可以了，隐隐约约看得到花纹，这一个薄薄的蕾丝就出来了。好，那这幅作品现在就完成了，大家可以一起画起来，期待看到你们的作品哟。